轰轰轰轰，战阵已战阵，东方终于下水了，说胡战阵，胡战阵，胡战阵，保卫国家安全，突破第一岛链。轰战阵已战阵。您现在正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啊，名字叫做《福建舰》，这歌词写的可真的是正能量啊！什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什么冲破第一岛链都出来了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人民海军抵抗入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前进。中国人民解放军让所有人民都唤醒保家卫国是最光荣的使命。这首歌的作者呢，网名叫做闽南郎，真实的姓名呢叫陈柏元，他是个台湾人啊。就是这个陈柏元啊，最近在台湾啊，他火了。原因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刚才那个《福建舰》这首歌曲啊，这陈柏元啊，过去啊，他不仅仅写过《福建舰》，还写过一大批这种正能量的歌曲。比如说什么全民抗疫啊，中国老板呐、还有说越来越好玩啊。来有做核酸，做核酸，最后来去做核酸，做核酸，赶紧的啦，做核酸，做核酸，请你来去做核酸，做核酸。总而言之吧，都是在讴歌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讴歌整个中国繁荣昌盛的啊。可就是这么一个正能量为代表的陈柏元呢，最近在台湾，他跟另外一个网红啊叫巴囧合作拍了一部影片啊，这部影片叫《中国统战》纪录片。在这部片子里啊，陈柏元呢就揭示了中共呢利用自己的地位啊，收买台湾的网红，然后呢试图拍摄那些对中共有利、对台湾不利的影片呢。我是一个台湾学生，所以就蜂拥而至的一堆这种检察院、公安局还有那个叫什么纪委单位啊，还有各种新闻媒体找上来啊，就说爱国台湾青年宣扬抗议啊，宣传大家一定要团结，然后突然给我捧这样子变成一个爱国青年台胞，我当时也是非常的不知所措。这陈柏元呢，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卧底跳反了呀！从台湾的视角就来讲，就是反正了，因为他过去不就是给中共拍摄这些影片吗？他作为一个知情人，现在呢，他把中共收买台湾网红啊，拍摄统战纪录片的那种内幕给揭示了出来。而且在这个片子里，他还提到了台湾另外一个网红，这个网红名字叫做钟明轩，也是在台湾影响力非常大的一个网红啊。你回来呗，回来了之后，反正你需要什么资源，我都帮你。然后那我找他去联络钟明轩，对我叫他去联系他。这个海峡导报是党的，对，这个是党的。紧接着这馆长也下场，就怼这个巴囧啊。你想要巴囧，他就是一个到后面已经完全他的东西变成一个编剧家。比如讲说他那天上台讲的。说习近平他老婆啊，布拉，侃侃而谈呐、脸不红，气不喘，台下的观众啊听得如痴如狂。这时候 IQ 归零，都没有人怀疑，用一般人的常理就可以知道这个人是个大喇叭，很会掰，会主动好小。然后呢，这就形成了台湾舆论场的一场大乱斗啊，非常非常的热闹啊。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啊这场故事啊。从来没有说过。我先跟大家讲，什么大喇叭家、编剧家、馆长多读书，这个叫做中南海听床师。你对中国一点研究都没有，就出来这边说三道四，我不吃你这套。我跟你讲，这是谁？美国对中协会啊，这个美国国会对中政策幕僚长，我跟他开过会、吃过饭，我中南海听床师啊。再给你看，我去美国国会的啦，你去过没？美国国会怎么不找你？找我这个编剧家？美国的，这谁？美国国家安全智库啦，找我干嘛？当大喇叭啊？不读书，不出门看看世界，只会在健身房里面说三道四。你去过欧美吗？你实际踏入欧美、日本去了解他们的政治状况吗？整天只会说台湾怎样，躲在你健身房评论电价了，气死人了！我最后悔的就是上你的直播，憋这么久了。习近平他老婆怎样？你多看书，多跟欧美的海外反共人士接触，你就知道了。这陈柏元呢是台中人啊，据他自己讲，13岁的时候呢，他由于仰慕中国的传统武术啊，就到少林寺去习武。他到少林寺习武的时候，他就发现啊，虽然大家都讲汉语啊，但是少林寺的那些僧人呢，好像也是不完全把他当作自己人呐、有些话也不当着他面前讲啊。那么上高中的时候呢，他就到美国去留学去了。到了美国，他发现呢，到美国也被歧视，为什么呢？长得跟别人不一样吗？
还有啊，他后来他觉得，因为亚洲这个地方有一个中共这样一个独裁的国家，所以西方人就觉得，那你长成这种皮肤的人，可能就都跟中共独裁有关，所以就总觉得被歧视。但是他当时那个时候还没意识到啊，他就觉得这西方人欺负我们。于是呢，他高中毕业之后呢，就到中国大陆上了一所大学，叫做华侨大学。这华侨大学呢是中共统战部直属的一所大学啊，主要招生的都是一些海外华侨的子弟，当然也包括台湾呢。他到了这个华侨大学上学的时候，他就发现啊，这上学不仅仅学习文化知识啊，还学很多洗脑的这种政治课。因为我们每天上课都在教中华民族复兴简史，然后再教习近平思想概论。对，我可以给你看一下课表，这个截图我可以给你看一下。那无非就是要告诉你中国多好，中共多好，是吧？你们应该献身祖国的建设事业嘛。这陈伯源呢，我估计也是被中共洗脑了。洗脑了之后呢，正好那个时候就赶上了疫情，他就创作了第一首这个说唱歌曲，叫做《全民抗疫》。请你间隔1米啊，保持距离啊，麻烦所有人把口罩戴好，不要聚集啊，你不要插队也不要都挤在一起啊，保持良好秩序，马上的就会轮到你啊。这全民抗疫啊，就号召大家去做核酸啊，做核酸的时候过程要排队。我听了一下这歌曲，真的是非常正能量啊。那你想想这个正能量，当时呢，那中共也是非常需要，就拼命的推这首歌曲，所以呢，他就有了一点小名气。紧接着他就开始创作了好几个其他的歌曲啊，什么中国老总啊，还有说越来越好玩啊，这些正能量的歌曲，据说当时在网上的播放量都非常高啊，甚至到了10亿人次左右啊。那他不就出了名了吗？于是就开了抖音的账户，开了 B 站的账户。那抖音呢，一下子就搞到了100万粉丝，B 站呢有几十万粉丝啊。那这个时候呢，他也经常到全国各地啊去做一些巡回演出。于是呢，他这个时候呢，就跟福建晋江台办主任的儿子，据他自己讲啊，合着开了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呢，他说呢，想搞一些什么这个直播带货，因为在大陆啊，那直播带货不是赚了大钱嘛？那么李佳琦那些人呐，什么小杨哥，是不是？他可能也想走这条路啊。但是看起来啊，这条路走的不是特别顺利啊。就相当于那个公司里雇了20多个人嘛，结果呢还没做起来，紧接着呢双方又发生了一些的商务上的纠纷。现在你去企查还能查到啊，是陈伯源这家公司由于欠对方46500块钱呢，然后呢法院判决他必须赔偿对方，他没有赔啊，被列为了失信被执行人，也就是中国大陆说的老赖。那么大概1年多前啊，这陈伯源呢就回到台湾去了。回到台湾之后呢，这服兵役于是呢，在大陆的这些互联网上，这个视频呢也渐渐没有更新了啊。大概可能是从今年下半年开始啊，他跟这个台湾这个网红巴囧啊就合作在一起了。这巴囧啊，说起来啊，在2年前还曾经怼过这个陈伯源，就是个闽南郎，因为当时闽南郎不是创作那种讴歌中共的歌曲吗？但是啊，在这个时候2个人坐在一起的时候，陈伯源的思想变了嘛，于是呢2个人一商量就合作拍了这部中共统战纪录片。在这部纪录片里头啊，最重要的一点他就是给中国大陆打了几个电话。比如说有一个台湾人现在加入了中共的国籍，中国大陆的国籍。你该回来，你回来这边，我这边帮你反映上去。然后你该回来做自媒体，就回来做自媒体。对不对？还有一个在上海开酒吧的，这个人相当于一个经纪人，就当年那蒋家的蒋友清到大陆就是他操作的啊。可以啊，我觉得还是大陆市场比较大。对啊，我也是觉得说那也比较好。我在台湾发生的这件事情，我想要回去大陆的时候曝光它。可以啊，我觉得这应该蛮有流量。你要跟我一起搞吗？可以啊。最重要的呢，他给2个人打了电话，一个呢是海峡时报的，他们说是社长。这个人叫林进东打电话啊，就是按照原来的那条路继续再往下走还是可以的。是，对。然后我这次如果再回去的话，可以帮我安排一点采访吗？或是报道之类的。我想要把可以啊，没问题啊。这段时间遭遇的这些事情，就是曝光出来，而且我还写了很多这些歌。你回来呗，回来了之后，反正你需要什么资源，我都帮你。紧接着呢。就是没来由的，这中间插了一句话，说啊，宣扬是我们的人，那我来去联系钟明轩。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这个段落啊，因为钟明轩在台湾呢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啊。这里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钟明轩呢就是这个，哎呀，国际美人。看到这个界面就是要跟前里面呢。我现在要洗澡。钟明轩呢今年也是25岁，年龄跟这个陈柏元差不多啊。他10几岁的时候呢，就在台湾的互联网上开始做 YouTube。他呢是个同性恋啊，10来年的时间在网上积累了100多万粉丝。2019年的时候，这钟明轩呢还去了总统府，跟蔡英文啊一起做了一个片子，叫《总统我来了》。看到这个界面怎么先开这影片呢 ？Oh my god, I'm so excited right now！ 我今天要跟台湾 President 总统拍影片，因为他想要听听年轻人不同的声音。我想说没问题呀，绝对给他听啊。那么蔡英文请他来，也相当于对这个性少数群体啊，他一个怎么一种平等的态度啊。这个没有业配啊，这也不用特别的，就是说好吃，就真实表达就好。你也可以说难吃，没问题的。那我先试试看，就是一个蛋糕。换你，你就是这样评价而已啊。是啊，不错，蛮好吃的，但是奶油可以淡一点。那你可见钟明轩在这个台湾年轻人中间的影响力啊。这钟明轩呢，平时的影片我看了一下，他基本就是一个人到世界各地去旅行，啊，有的到那种破产的国家，然后有的到印度啊，到美国呀，到柬埔寨啊等等啊，就这些国家拍一些旅行风光的 Vlog 啊。应该说这种影片在 YouTube 上呢，这个题材啊类型啊很多，但钟明轩拍的比较有特点嘛，啊，由于他那种表述方式，每次一出场的就是说呀。这个国际美人钟明轩是吧？所以他这个片子啊，在台湾的年轻人心目中还是蛮受欢迎的。但是钟明轩呢，在这次大选的时候，他发了一个帖子，我觉得这个人呢，他不仅仅是一个旅游博主，真的蛮有见地的。他说什么意思呢？他说他上次跟蔡英文在一起的时候，这一次很多人就说你应该投哪一个党票，但是他说我不应该这样，台湾人不应该被意识形态所绑架，每个人都应该根据自己的选择去投出自己这一票。事实上，他其实在这次选举过程中间，好像就是不太那么支持民进党了嘛。于是，很多民进党的支持者对他就有意见。紧接着，他又做了一件令这个很多民进党支持者非常反感的事情，他去中国大陆去拍 Vlog。那你想想，中国大陆对不对？那对于很多民进党的支持者来说，那这是非常可怕的地方啊。结果呢，他去了中国大陆。还去了好几次啊，去了北京，去了成都，去了上海，去了广州，去了深圳。他拍这个片子的时候，我看了啊，他比如说一去北京，下了飞机之后，在出租车上就跟出租司机开始聊天。你是从哪儿过来的？我是台湾人。哦，对，从台湾过来的。从台北过来，对。你这一代人呀，你怎么看待台湾与大陆的关系？我怎么看待台湾与大陆的关系？对，这话题是真敏感。挺敏感，挺敏感。其实也没什么敏感，我觉得首先一点肯定是同宗，是吧？台湾与大陆是同宗，肯定是，但是还是属于叫不是同一个国家，肯定是，对吧？在你们的眼里，对，只是说我来到中国的话，我不知道感觉好像这个议题比较敏感，就比较不会主动去讨论。但是台湾政治节目每天都在讨论，对啊。北京人就爱讨论这些事儿。你刚刚一上车就跟我讨论，我直接吓到啊！对啊，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家常便饭嘛。所以你们很常聊政治啊？北京老百姓就爱聊政治。真的啊？对啊。哎，那是我们误会了，是不是？因为我们以为就是在这边讲话要很小心。不会，不可以讲太多有关于政治敏感话题。不会。改变了很多，包括钟明轩自己的看法嘛。他就说，你看。台湾人很多是宣布中国大陆的人都不能谈政治，你看这出租司机不是跟我谈政治的吗？是吧？当然了，这个钟明轩啊，其实他肯定接触的这一面也是真实的啊。但是呢，从这个地方也不能得出中国大陆的人就能可以随便的谈论政治。你在出租车上可以，你在开会上就不可以，你在公开场合就不可以，对不对？换言之，你谈论台湾的可以，你谈大陆你试试。恐怕也不行啊！你在公开场合啊，但是毕竟他做了一个切面在这里啊，做了一期片子啊，紧接着他又去成都，在宽窄巷的门口，很纯，他没有加糖，这里真的是一个很，好可爱哦。尤其是现在外面很热，在这边逛起来很清凉。
那这些片子播出之后呢，在台湾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那么很多台湾人呢就觉得大陆一方面很穷嘛，穷的叮当响嘛，哎，怎么城市建设还不错啊？然后呢，大陆过去宣传的非常可怕，那好像钟明轩的片子里头也没那么可怕，所以绿营就认为，民进党的支持者就认为是钟明轩具有一档大外宣的嫌疑。更何况台湾大家都知道，不是有个叫王义川的这民进党的议员吗？他不是在网上说吗？是你要知道呢，台湾人哪去中国，台湾人哪去中国，去香港去澳门，讲我是台湾人，我是台湾人，你去画嘛，所以叫用掠去。结果呢，人家钟明轩呢就在上海，还真的几个台湾人坐在一辆出租车上，还就被警察给拦下来了。哦，要罚款是吧 ？Oh my god！ 肯定要那个。好啊好啊好啊！我们现在准备要被罚款。是哦是哦。反正在大陆人生第一次被抓，新体验。你好，黄埔交警，稍微请出示一下您的身份证，谢谢。好。身份证没带。我给你看照片可以吗？都没带吗？对。身份证不要紧，你们讲一下就行了，好吧？我给你号码，我是台胞证。对，我们台湾人。走吧，以后记住啊。谢谢。Oh my god！ 用台湾这一招，他学起来。打脸了不是？是不是？所以你想想，他这个片子播出来之后，确实让很多人不爽。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想想这个纪录片里头就说那个《海峡时报》那个林进东啊，号称是社长啊，他呢去联系钟明轩，那啥意思啊？那给人的感觉，这个片子中间的感觉就是林明轩在大陆拍的这些片子都是跟中共合作的，都是在跟台湾发动一场认知作战。看到了吗？钟明轩已经被中共收买了。所以这个片子播放了之后啊，立刻一方面在网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台湾啊，我的意思啊，很多人就声讨中共，你看到了吗？对台湾发动认知作战，这个证据确凿。第二个方面呢，很多人就开始网暴这个钟明轩，说终于发现了你钟明轩，好失望啊，支持了你好几年，没想到啊，你现在被中共收买了，成为了中共的大外宣呢。这钟明轩呢，后来是事隔1天之后，在脸书上啊写了一封回应。他的回应是什么？他说：“这林进东不说是跟我联系吗？那也没有跟我联系啊，是不是他忘加了886啊？”还有他说了，他特别强调，他说我去中国大陆拍的这些片子啊，都是我自己掏钱拍的。你们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给我扣帽子，这个世界疯了吗？他说完这句话，当然很多人呢。有的人是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啊。紧接着呢，就《海峡时报》这个林进东呢也出来辟谣了。他当时就讲，他说这个陈柏元呢，当时实际上是在恶意陷害人。他讲的这个细节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当时这个林明轩呢是陈柏元主动提出来的。他说我跟林明轩合作啊，一起来爆料。那个林进东说，那我不认识他呀。他说：“那你们底下有一个记者啊，叫薛洋，这个薛洋曾经报道过林明轩，他肯定认识啊。”然后那个林进东就说：“哦，那薛洋啊，薛洋是我们的记者，那我来联系林明轩。”据林进东的解释呢，当时的对话场景是这样的，但是呢，在那个片子中间剪辑出来只有最后一句话。然后那我找他去联络钟明轩，对那我叫他去联系他，因为薛洋是我们记者，没错。所以呢。那他就认为是断章取义、恶意剪裁。那么这个出来之后呢，就有人问这个巴炯啊，那巴炯面对记者啊，他们这几天记者好多人围着巴炯，也包括陈柏元采访啊。巴炯说了，我也没有在纪录片里面评价钟明轩到底有没有做这个事情，因为不是我说的嘛，对啊，所以我对这个你就是他们两个的事情啊，对啊，你自己想要证明的话，那你就自己去喷那个中共党报扯你干嘛？对啊，你喷其他台湾人干嘛？你如果要站出来切割中共，那你出来反共啊，对啊，这不就是你最好的这个证明的机会吗？出来反共，大家一起反啊！习近平把这个国家搞垮，你也可以讲，你讲出来啊！那这么好的机会，这么好的时机点，现在让你跳反，你自己不做，怪谁嘞？那针对林进东的这个回复呢，他也专门做了一个影片讲啊。所以爆点不是钟明轩。谁鸟他？谁鸟他？我们在意的是中共统战的手法跟细节。对啊，跟钟明轩
他不是问题啊，问题是有很多其他的人，因为下集的纪录片更精彩。然后当时很多台湾的网民呢，看到林进东的这个回复之后，也要求这巴囧啊公布你纪录片的这个全部录音，你到底是不是恶意剪裁？前面这部分关于林明轩的部分，是不是陈柏元首先提出来的？这巴囧就说了，说我整个纪录片有10几个小时呢，都放出来，那太长了，你们能听得过来吗？是吧？他就不公布这个内容啊。那么紧接着呢，就有人扒说，你别看这个巴囧这个人呢，说他是个反对中共的认知作战呢。他前2天周杰伦不是到台湾演出吗？结果呢，巴囧呢跑现场啊，兴高采烈的去看演出去了，没有抵制。但是周杰伦，有人就说了，周杰伦那个大外宣呐，周杰伦当时在中国大陆演出的时候，就说自己是中国人呢，而且不止1次啊，从08年到现在至少说了3次，说他自己是中国人。那你想想，周杰伦说自己是中国人，那可比林明轩还要严重啊！林明轩充其量说自己是华人。巴囧啊，周杰伦不是中国人吗？他讲了好多次他是中国人呢。你这样看中国人的演唱会好吗？这样不是资敌吗？啊，你就是把钱给中国人赚走了，这样不好吧？这样对你的这个反共大业不是有害吗？哦，巴囧，你好好思考一下。那巴囧就讲了，我只是抵制中共，我不是抵制中国人。反正双方之间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啊，就搞的是硝烟弥漫。就在这个时候，这个馆长也下场了。馆长大家都知道，也是台湾一个网红啊，早期是支持民进党，后来呢又支持柯文哲啊。他就讲，你想要巴囧，他就是一个到后面已经完全他的东西变成一个编剧家。比如讲说他那天上台讲的，说习近平他老婆啊，布拉布拉布拉啊，布拉布拉布拉，侃侃而谈呐，脸不红，气不喘。台下的观众啊，听得如痴如狂。这时候 IQ 归零，都没有人怀疑，用一般人的常理就可以知道这个人是个大喇叭，很会掰，会主动好小。这巴囧一听就不干了，就在3立电视台跳脚开始骂这个馆长啊。从来没有说过，我先跟大家讲，什么大喇叭家、编剧家、馆长多读书，这个叫做中南海听床师。你对中国一点研究都没有，就出来这边说三道四，我不吃你这套。我跟你讲，这是谁？美国对中协会啊，这个美国国会对中政策幕僚长，我跟他开过会、吃过饭，我中南海听床师啊。再给你看，我去美国国会的啦，你去过没？美国国会怎么不找你找我这个编剧家？美国的，这谁？美国国家安全智库啦，找我干嘛？当大喇叭啊？不读书，不出门看看世界，只会在健身房里面说三道四。你去过欧美吗？你实际踏入欧美、日本，去了解他们的政治状况吗？整天只会说台湾怎样，躲在你健身房评论电价，气死人了！我最后悔的就是上你的直播，憋这么久了。习近平他老婆怎样？你多看书，多跟欧美的海外反共人士接触，你就知道了。我听完这段话的时候，我真的就是想笑。为什么想笑呢？我觉得有2点。就巴囧这段义正言辞的在骂这个馆长，这个首先是拿了很多就是这个照片，说你看我去了美国国会，是吧？其实美国国会呢是谁都可以进去，并不需要别人邀请啊。当然邀请去那当然是可以的。你比如说你到国会去演讲，那巴囧去美国国会肯定不是去到美国国会演讲，因为蔡英文现在都没享受这个待遇啊，马英九呢没享受这个待遇啊。在中共的历史上，也只有两个人的历史曾经走进过美国国会做过演讲啊。那巴囧肯定是进去参观嘛，对吧？另外一个方面呢，就巴囧在讲话过程中，实际上用了中国大陆的只言只语，我们不吃这一套。不是台湾人发明的，是大陆人发明的啊。那么这个我们不吃这一套这句话啊，传到台湾之后，台湾如果用了，说白了，这其实也是中共统战的这个结果啊。但是你看巴囧在骂这个馆长的时候，就用了只言只语啊，实际上从某种角度来讲，也被中共洗了脑。还有更可笑的一点，他当时人家馆长不是说你这个是大喇叭吗？是个编剧家吗？他说什么编剧家？什么大喇叭？我告诉你，我这叫中南海听床师。
你明白不明白？听床师，他言下之意啊，就中南海听床师啊，这是一个很褒义的一个词啊。但殊不知啊，其实在大陆的语境中间，中南海听床师啊是一个贬义词。就我们形容什么人叫中南海听床师呢？就这个人呢，天天捕风捉影、造谣，明明是一个开出租车的，或者是送外卖的，或者说是洗盘子的这个人呢，或者是一个捏脚的人呢，天天讲那些中南海秘闻。讲江泽民呐，讲那个李鹏啊，讲这个习近平啊跟薄熙来之间怎么样的斗争啊，哎，讲得活灵活现，好像他就在眼前一样，好像他就趴在中南海的床下听到的一样。我们把这种人叫中南海听床师。但是我觉得这个巴囧啊，显然是误会了这语境，他还以为这个中南海听床师啊，好像是个褒义词。所以你看，他说：“你看，我是中南海听床师，你知道不知道？你这个没有见过世面的馆长。”所以我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真的是哈哈大笑啊！我觉得真的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呢，大致就是如此啊。接下来我来讲一讲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啊。首先第一点啊，你说中共对台湾有没有认知作战，有没有宣传战？显而易见是有的。这陈柏元一开始啊搞的这些歌曲的创作，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自发的啊。不管是不是自发的，他创造出来之后，各地的台办都非常欢迎。中国的互联网给他这种流量支持，其实确实是在对台湾进行认知作战。写那个福建舰，什么怒江啊，冲破第一岛链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啊，这显而易见的要树立一个样板嘛。这个样板就是台湾青年爱大陆。这个台湾的人能不能看见倒是其次。首先第一点，他这个宣传呢是给大陆人看的。他说你看台湾人陈柏元、闽南郎，对不对？到了大陆以后呢，这么正能量，变成了一个小粉红，这么热爱祖国，那对大陆的爱国主义教育、爱党主义教育，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陈柏元呢对台湾的宣传来说也有用啊。你瞧瞧，这个人在大陆上了几天的大学之后，也就马上喜欢了中共的体制。做核酸的时候，鼓励大家去捅鼻子，鼓励大家去做核酸。那不是很多台湾人对中共这个地方搞封城、搞测核酸有意见吗？那你看你们台湾人在这儿还写歌曲创作呢，是不是？肯定是外宣中间的一环呐。这个毫无疑问是有的。但是我觉得，在这个中共的统战的这个系统中间，跟一般的文化交流，我们还是有一些需要去辨析的。你比如说吧，我举个例子啊，很多文化交流啊，其实它也有一些的所谓的资金资助的这种背景的。我当年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我也到国外做过一些访问，比如说我来日本的访问，就是当时的日本文化交流基金邀请的。那我们的全程的机票、食宿都是对方负担呢。当时我到日本呢，去考察东京都的地方选举，然后呢，各种竞选活动我们都去参观，然后参观了日本的国会，参观了日本的东京都的议会。那么这个项目你觉得是统战吗？我个人认为不是，就是文化交流嘛。因为对方并没给我任务，就是这些日中文化交流的项目，只是希望我们这些在中国大陆有影响力的媒体人，更多的了解日本，了解日本的政治。他并不是说我参观完了之后告诉我必须写什么报道，告诉我必须制作什么节目，他只是让我自己了解，没有任何其他的限制。包括我去美国去访问也是如此啊，也是一样的啊。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头啊，对方有没有出钱资助我呢？资助我们这个旅程呢，不是最重要的因素，是他有没有要求你必须写东西，这是第一点啊。这是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辨析的一点。第二，就现在的确有很多台湾的网红啊，到大陆啊去做一些片子，做这片子里头有两类，一类呢就比如说中国大陆的美食，或者说城市建设挺好的，钟明轩就属于这一类啊。还有一类呢，就天天在大陆上声嘶力竭的跟小粉红搞在一起啊，鄙视台湾台独势力，讲中共必须中国大陆必然统一，比如说邱毅呀，还比如说那个韩国人呐，等等啊，不都是这样的人吗？对不对？这两类啊，我觉得也是需要分别看待的。对于前一类来讲，我个人觉得它属于一个正常的项目。你就说这个地方这个市容好看，然后呢地铁很快，城市很干净，东西很好吃，全世界的旅游博主都那么拍啊。
有些国家确确实实还给这些人提供一些资助，不是有人讲了吗？台湾交通部也资助一些国外的网红到台湾去拍这样的影片呢。那你说这是统战吗？是吧？在我看来，这属于正常的文化交流，就算你给他一些钱资助，也属于正常。那么紧接着就是第二类，就是那些台湾的那些网红到大陆去，天天喊祖国统一，天天怼这个民进党，那属于政治性发言。在我看来，这里头就有一个边界了。如果你只是讲祖国必将统一，还是属于一个言论自由。但是如果你支持特定的候选人，比如说中国的统战部门台办，告诉这些网红，就说你到了台湾以后啊，你就报道国民党的，你就支持国民党的，你就控诉民进党，那这就属于统战。那这就必须把它揭露出来。你比如说林进东给这个陈柏元发的那个手机信息里就讲了，他会丢套板给你，他都会丢样板，丢这些。洪秀柱、侯友宜，哇，这是新闻还是？就是想要我做成歌曲炸台湾，就是他丢一个类似新闻稿给你，那你可以看这新闻稿，我做成一首歌，然后炸台湾，影响台湾的政治环境。对啊，我确实之前有做这些东西给他们。那这确确实实属于统战，那这确确实实需要揭露，因为他是要求这些网红其实是在操纵台湾的选举，或者说希望通过舆论来影响台湾的选举，那这应该完完全全应该揭露啊，也确确实实，我个人觉得涉嫌违反台湾的法律。这两点我觉得需要辨析清楚啊。那就钟明轩而言，我个人觉得他拍的片子至始至终都属于前一类。更何况，我觉得钟明轩这个事情啊，很多台湾人网暴他，有一个非常糟糕的这样的一个后果。什么后果呢？因为钟明轩现在他们做了这个片子之后呢，他就陷入这样一种境地，你必须自证。自证你没有拿中共的钱，但是我们知道，其实我们在法律上来讲是证有不证无，我们没有办法证明自己没干过什么。你说钟明轩怎么证明共产党没有给他钱呢？那89那逻辑就出来了，说那你喊口号啊，你打倒中共啊，对不对？那这个是非常糟糕的一点，为什么呢？那么它实际上就是要求所有的网红必须陷于质证的这种境地。否则的话，你就可能是有罪的。如果你要自证的话，你就必须选边站，你就必须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那这是什么？这不就是服从性测试吗？这跟中共有什么区别呀？我们这些人在中共那个言论体系下太熟悉这套体系了。中共的宣传体系就是如此啊！你别说反对他了，你就是鼓掌的姿势不对，都有可能把你封杀。所以我们这些媒体人在中共的环境下没办法生存，才跑到国外啊。那换言之，现在台湾从某种角度来讲，就是这样的一个体系中间，舆论场跟中共的那样的一个逻辑是一样的。虽然它不是利用的公权力，逻辑是一样的。就是说，如果你要证明你没有拿中共的钱，你就必须喊打倒中共的口号，打倒习近平的口号，这多危险呢！这不就是服从性测试吗？这不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吗？钟明轩啊，他当时啊，之所以坚持来大陆，他有过一个片子，我觉得说的特别好。他说什么呢？就彼此呢，如果有一天可以放下成见，放下那一份执着，我们看待彼此的方式绝对会不一样。对于我来说，我是自己一个人来这个地方，看到了，体验到了，我心中之前对于中国的刻板印象才慢慢的消除。可是并不是所有的台湾人都会来中国，也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可以去台湾，所以彼此之间有超级多的误解跟看不顺眼的地方。如果有一天彼此呢放下政治上的因素，中国人去台湾旅游，台湾人到中国旅游，纯粹用你的心去感受，用你的肉眼，用你的视角去发现那些你所发现的，不论结果是好是坏，我相信你的结论跟你的心得都会跟你去之前的想法有所不同。我现在就是呈现一个这样子的状态，说得多好啊！但是假如说钟明轩现在在台湾面临的这种困境，它有可能导致一个什么后果？它有可能导致其实海峡两岸正常的文化交流也会彻底中断，就是包括你去中国大陆，你去拍摄那样的一种所谓的美食节目，那样的一种一般的旅游 vlog 也不可以了，那你也是中共的大外宣。那你想想，那不就意味着最基本的文化交流，最基本的正常的人员往来都变得其实
也都有可能触犯某种政治正确了吗？那这海峡两岸不就是彻底的文化上就隔绝起来了吗？当然，有些人可能确实希望隔绝起来，但隔绝起来真的对台湾有利吗？就我说的，王义川说台湾人到大陆喊一句台湾人，我是台湾人，就被抓起来。台湾人也骂他，大陆人也骂他，太可笑了。中共虽然独裁，中共虽然想要统一台湾，但中共也没到这种程度，你到大陆你喊一声我是台湾人就把你抓起来吧。那为什么王一川会有这样的认知？那就说明长期的隔绝导致了双方之间的互不理解，也包括历史上那种什么大陆人吃不起榨菜啊，那等等，也包括巴囧前2天在那个山地电视台发飙的时候讲，他以为中南海听床师是对他的美誉，殊不知这是别人实际上嘲讽一个人造谣的时候的一个称谓。这不是变成一个笑话了吗？当你真的把自己封闭起来的时候，两岸之间不但互相之间缺乏了解，连这种理解上的这种错位都会经常发生。所以我觉得如果这种状况的话就太危险了，这是第2点。第3点，这陈柏元为什么会跳反呢？那么有人就分析了，他可能在大陆官司缠身，然后又没有赚到钱，现如今呢他可能在大陆也可能没有办法再走过去设计那条路了，又重新换了一条赛道。我觉得多多少少有点道理啊，因为我通过他的纪录片的蛛丝马迹我觉得他当年是跟那个经纪公司签了一个条件非常苛刻的条件，就是说抖音的收益都给他，线下所有的走穴的收入演出的收益每个人各一半。那么呢，他自己就这件事情呢，跟那个国台办的人交涉过，跟这个林晋东呢也讲过，官司输了嘛，因为他肯定是私下接活之后要赔人钱嘛，他不愿意嘛。但不管怎么样，这条路走不下去了，他换一条赛道，开始控诉共产党搞统战，于是在台湾这些天就爆火了。其实也无所谓，对吧？一个人呢做网红选哪个赛道，我觉得都是他的自由但我觉得这一点对中共来说也是非常非常的愚蠢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共你刻意培养这种所谓台湾人唱正能量的歌曲，搞福建舰，搞防疫，回过头来人家跳反了，那你所有的过去这些拍摄的内容不都成了个笑话吗？是吧？那这种所谓的宣传有多大意义呢？对吧？真能起到你那些所谓树立正能量、感动中共的小粉红、感动台湾人吗？做不到所以你可以看到了吗？一个这个闽南郎陈柏元的事情折射出两岸之间的光怪陆离的言论市场。要我看，其实正常的文化交流比什么都强。两岸之间开放互相旅游，大家互相可以走动，互相可以了解，发出一些正常的言论，那么这一切可能就会烟消云散吧。当然，这也是我自己的一个最基本的这么一个初衷，至于能不能实现，我也不知道。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好，战战已战战东方最下水的说胡战战胡战战胡战战，保卫国家安全突破第一岛链。轰战战已战。然后那我找他去联络钟明轩，我叫他去联系他。虽然是我们记者没错。台湾人若去中国，讲我是台湾人，我是台湾人，你去画嘛，随便用掠。如果有一天可以放下成见，放下那一份执着，我们看待彼此的方式绝对会不一样。对于我来说，我是自己一个人来这个地方，看到了，体验到了，我心中之前对于中国的刻板印象才慢慢的消除。你自己想要证明的话，那你就自己去喷那个中共党报扯你干嘛？对啊，你喷其他台湾人干嘛？你如果要站出来切割中共，那你出来反共啊？对啊。馆长多读书，这个叫做中南海听床师。你对中国一点研究都没有，就出来这边说三道四，我不吃你这套。